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ZZ Lab， 我是珍珍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如何去安装宜家的 Alex 这个小柜子。好，在你观看我视频的同时，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欢迎你订阅小猫的频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这个呢，它所有的螺丝，我们一会儿呢就要弄到这些螺丝。这个呢就是 Alex 的组装说明，那我们就按照组装说明来进行组装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就要找到这个盖板。这个呢就是我们找到的带轨道的盖板。现在我们就要找到相应的螺丝，去把它安装到这几个孔里。今天我用的工具呢，主要就是这个工具，这就是一个宜家的电动的可以拧螺丝的这么一个小工具。第一步要找到这根螺丝112996，就是这个112996 6根，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中间要空2个。好，另外的一块板也要拧3个，我们就先来拧这个。这就是我们要用到的螺丝。那在最头上这儿先要拧第一个。好，不要装错了，这中间要空一个。这块板我们就装完了，我们现在装下一块板，先把它立到一边。这块板呢，就是另外跟它对应的一块板，我们现在把这边也装上，这个中间空2个。好，我们已经装好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说明书的第一步。好，现在我们进行第二步，就是把这2块板加小木楔，然后呢跟底板拼起来。现在我们就进行这一步。我们先把这个小木楔找出来，这个呢就是要用的小木楔。这儿，把刚才的这块板的木楔也装上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拼装的过程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拼这2块板。我们找到这块板，这块板是里边非常大的一块板，比较好认啊。它上面有，一面有6个眼儿，你要把它的6个眼儿朝上，千万不要装反了啊！把它的这6个眼儿朝上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板子跟它对接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就把它拼到一起。OK， 来，可以敲一敲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这个柜子的后半部分，我们基本上已经做好了，把它拼好了。第3步呢也很简单，就是找6个螺丝，长得这个很怪的样子，叫102509这个螺丝，然后把这6个螺丝分别的放在这里边的6个洞里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找一下这个螺丝，这个螺丝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螺丝，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形状，很好找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洞里，放进去还要再用螺丝刀拧一下。我们先把这6个都找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进行第4步。第4步呢，也就是说，在找到这一块板，这块板呢是你这个柜子的一个后板。这块板很好找，上面呢也是一样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个眼儿，每侧都有6个眼儿。然后这6个眼儿呢，而且是垂直的，不要跟其他板子搞混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把螺丝上上。这个螺丝呢也是这种螺丝，同样的，
也是这种螺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给它把螺丝上上。好，那这步我们就完成了。我们下面要进行第5步，把这块板子对接到刚才我们做好的这个框架的下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把刚才我们做好的拼好的这个 U 型的结构跟我们这个板子对接上，这就是第5步。在对接的时候，别忘了把楔子装上，木楔子。木楔子你装到这边或者装到这边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木楔子我们装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把它对接上。你如果有橡胶锤子的话，就不用像我这样用手去敲，你可以用橡胶锤子把它敲进去。好，这就是这个柜子的底，我们已经做好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要进行第6步，同样是把这个一个刚才我们用到的螺丝放进去，然后把这个孔锁住。我们看一眼位置，就是这里，这几个孔，下边的这个一边有3个，这边有3个，这边有3个。现在我们就来锁一下它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这2个螺丝，这2个螺丝其实大小呢差的不是很多，但是呢，它肯定是不能放在一个地方用的。像我们之前到前6步用的这个螺丝都是这个大1号的，所以你不要看错了。好，那第6步我们就完成了。第7步呢，同样是把这个柜子封起来，这个边别忘了在封的时候把木楔子加进去。我们把它转一下，这样看得更清楚一点。好了，木楔子装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要把这块板子放上去，不要放错方向，因为跟木楔子对应的这个方向的板子呀，它是有这种不透的小眼儿，所以肯定是这个方向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把它放上去。好，那这一步我们就完成了。在第8步里呢，是要用6个螺丝分别的拧在这里边，就是把它这个板子给固定到这2个边上。那我们现在就进行第8步，它是一个6角形的螺丝，也是一个比较长的木螺丝，把它拧到这个位置。其实它也送了一个这个小东西，这个小东西也可以拧，就是来这么去拧这个。当然这个拧起来就比较稍微累一点啊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电动的也没关系。第9步呢就比较简单了，就是把这个4个角给它装上。哎，好了，那柜子呢，我们已经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10步，做抽屉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呢是窄抽屉，而不是这个宽抽屉，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个窄抽屉这个包。好，我们现在进行第11步，把这个抽屉的拉手的这个板和两边的侧板对接上，需要找到木楔子。然后要把这个槽对准这里边这个槽，这2个槽是相对应的，然后把它装上，对接上。
这边也对接上，同样把这个槽放对位置。好的，11步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进行第12步。12步呢，就是同样是找这种螺旋螺丝到里边去把刚才的这2个扣给锁上。这个螺旋螺丝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小1号的，只要把这个放到这里，把它锁一下。OK， 然后再把这边第12步我们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进行第13步，把这个抽屉的底板插进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插这个抽屉的底板。插的时候有一个小的注意事项，就是这个抽屉的底板在一侧是有一个小的斜边儿，在一侧呢是直角。小的斜边呢冲这个抽屉的拉手这边，然后白色呢冲抽屉的里面，所以就是这么插，这么插进去。OK， 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第13步呢我们就完成了。我们下面要进行第14步。第14步呢，就是把这个抽屉的最后的这个后帮给它装上，在装上的同时呢，要用螺丝拧进去。那我们现在就进行第14步，槽呢要对准这个位置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时候要拧2个螺丝，这个螺丝呢，在说明书上显示的是110519这个螺丝，你找一下，应该就是这种白色塑料的这种螺丝。这个螺丝它是要求用锤子把它锤进去。我现在这儿手头没有锤子，我试一下这个啊，能把它锤进去。OK， 没问题。这个螺丝刀，电动螺丝刀也可以，好像没有锤坏。尽量不要用这个吧，还是找一个锤子比较好，因为我手头现在没有锤子。没想到它还需要锤子啊。好，这边也锤好了，那就把对面也锤好。这个抽屉我们就做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做第15步。15步呢，就是给这个宽抽屉做这个面板。宽抽屉的面板不太一样，它不但上面2个我们刚才拧的螺丝要拧上，下面呢也不是木楔子，下面也是螺丝。我们就把螺丝给它拧上。我们直接就用这个螺丝。然后我们进行第16步，找到这个抽屉的帮，然后呢，把它直接对接到这2个眼里。这个槽要在里边对上啊，也给它对上。好，那这第16步我们进行完了，我们下面进行第17步，就是把这2个螺丝，一边2个螺丝都给它上上。下面我们进行第18步，18步呢就是把这个底板插进去。同样注意把这个带一个斜角的这个边儿插到这个提手这边，这样插进去。好，然后我们进行第19步，跟窄抽屉一样，也是把它的后帮给装上。
找到塑料螺丝，然后把塑料螺丝找锤子一类的东西把它敲进去。这样还是很危险的，容易把这个柜子磕坏。所以你尽量去找一个锤子。主要它这个螺丝是塑料的，所以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已经完成了第19步，这个宽抽屉我们也造完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行第20步。第20步就是把抽屉装上，并且拧上一个螺丝，把这个抽屉跟滑轨固定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演示这个最上面这个抽屉吧。我们把这个轨道先蹬出来一点点，然后呢，把我们的抽屉对着这个轨道，对好轨道的槽，给它放进去。去里边把这个轨道推一下，把它推到最外边。然后把它拉到头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在抽屉的里边能看到一个小的螺丝孔，这个小的螺丝孔它对应的就是外边的轨道。那现在我们就拧一下这个螺丝，把这个轨道固定上。好的，那第20步呢，我们也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呢就要进行第21步的。第21步很简单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在这个柜子上面放一块板子的话，那你要贴4个透明的小垫片。这个呢，就是他给的这个橡胶垫儿，防止把这个板子磨坏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橡胶垫儿拿下来，然后呢，把它贴到你的这个桌子角上。好的，那第21步呢，我们也完成了。现在呢，我们等于把这本说明书从头到尾的都做完了。希望我的视频能够帮助到你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，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给我留言，为我转发，给我点赞。好，那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